主要的景点就会是以就不可能任务的一些巴黎场景为主，就是一些必看的名画。又回来巴黎吃巴黎正统的可丽饼了，真的是回台湾后就心心念念到一个不行。上次吃之后就惊为天人，然后我还在影片上面说，下次要回来巴黎的话，一定是因为这间可丽饼。然后这次一下飞机就赶快预定，这次直接不客气的，直接一人吃一个，就是没有要 share 的意思。然后我点了一个上次吃的经典款，有加蘑菇的。然后我爸喜欢吃香肠，所以帮他点一个香肠，一个沙拉跟沙拉米的组合的。看，超全食，超级好吃，每一个都超好吃。乌雷，我妈点了一个 lemonade， 神奇的好喝。我们在吃完咸的之后，又再点一个甜的可丽饼，甜的，好酷哦，又咸咸甜甜的口味。心心念念的饭后牛奶糖，这个是超好吃。我上次来的时候就超级想买，因为它真的超好吃的。然后没想到它店里竟然有卖，我就随手拿了3盒回家，顺便送给朋友。Now I'm drunk on Chardonnay that I bought for our picnic day, and we never got to drink it, so I'm writing what I'm thinking. You could have told me sooner, I was sure that it was me. You used to want to hold me close, you used to want all of me. What's the reason for your tears, and what's the reason for your fears? In my mind I'm kissing you. 这个破镜它超昂贵的，它要1365欧元，但它看起来超像大家家里发霉的那种镜子。我们现在要来不可能任务的白寡妇的家。这真的就是电影中的场景，这是白寡妇的家。在电影中，他们就是开车这样开进来，然后就取这个景而已。这样，我们现在要去买全巴黎最好喝的珍珠奶茶。一到门口直接看到有人在排队，而且它的店名叫做来坐，是台语的来坐的意思。Thank you。我们点府城红茶加珍珠，珍珠很 Q 但就跟台湾的非常非常像。我觉得如果是留学生来这里喝，应该会蛮开心。但我觉得如果是从台湾飞过来的话，就不用特地来拜访。刚刚我们回住宿的地方休息一下，然后现在5点了，但天还是非常亮，所以我们决定要去附近的一些知名的景点，然后来拍照打卡。主要的景点就会是以就不可能任务的一些巴黎场景为主。那现在就要先走到皇家宫殿，皇家宫殿入口。From her face, I wish I heard it matter. I wish I didn't wanna stay. I wanna wear her sweater and not break down in my room. Cause there's nothing sweeter than the bitter taste of you. And the bitter taste of 天哪！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光秃秃的，然后现在是5月的时候来，
这根本就跟不可能任务Ethan 跟 Elsa 讲话那个场景几乎是已经是一模一样了。只顺着花园往前走就可以到皇家宫殿。就是 Elsa 这样子冲进来，然后追Ethan，然后一路冲这样子，然后弯进去，然后进去就是巴黎的皇家宫殿。现在来到方登广场，然后是拿破仑时期建造的。很多品牌也拿这个圆柱作为灵感，像是娇兰的香水，还有 VCA 上面的 logo。我们到了巴黎大皇宫，然后在不可能任务，Ethan就是从上面这样跳伞，然后跳到那个屋顶。然后呢，来参加拜高尔夫办的 party。这是亚历山大三世的桥，然后是艾蜜莉在巴黎拍摄香水广告的地方。原本要继续前往一个知名巴黎铁塔打卡点，但时间晚了，决定先在附近吃饭。然后这个我们在网上评论是看到有2000多个评论，然后4颗星，但很多的1星评价都说这里会种族歧视，然后会歧视那种英文不好的人，但我们就是也不太确定会怎么样，然后就先来吃看看好不好吃。我们晚餐点了一个白酒蛤蜊面，然后跟一个海鲜的青酱，然后再点一个番茄酱的炖饭，跟一个凯撒沙拉，然后餐后我还要点了一个提拉米苏当甜点。自己吃完这一餐的心得是觉得应该就是一般中上的意大利面，没有感觉到特别惊艳，但也不难吃。提拉米苏偏普通，然后我觉得假如是有特别要来巴黎铁塔附近就是拍照打卡的话，就是才可以来吃，但我就觉得不用特地前来。然后至于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感觉没有很明显这样。我们即将来到传说中的知名打卡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个花店旁边，这个角度进去看巴黎铁塔，超级漂亮。我觉得现场用肉眼看更漂亮。这里超扯的，原本以为是小红书的热门景点而已，结果除了亚洲人之外，很多外国人也在这里打卡。我们现在一路走来战神广场，这是我上次没有来的地方。然后我们要在战神广场前面看巴黎铁塔。Staring at the tapestry above the bed you gave me. I still haven't washed my sheets. 因为现在就是5月来访，我才知道原来巴黎铁塔是日落后的大概10分钟才开始点灯，所以夏天就真的很难看到，就是晚上那种很亮然后有点灯的巴黎铁塔，这样就要等到超晚的。我们现在就是大概是9点半，然后呢灯才刚点起来。Hello， 大家早安！我们现在来到杜乐丽花园旁边的一间咖啡厅，它的这个整个装潢非常漂亮。看网络上很多人说这间的就是早餐，然后巧克力很好吃，所以我们就是在要去奥赛美术馆之前，然后就先来这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散步到奥赛美术馆。我们刚刚点了一个可颂套餐，他点了一个可颂就会附一杯柳橙汁加一个咖啡的组合，然后我选了卡布奇诺，然后也可以选热巧克力，所以我就帮我妈点了就热巧克力，然后我自己点了卡布奇诺。果汁的选择的话，可以有柳橙汁或是葡萄柚汁，可颂可以选一般的可颂或是巧克力可颂。听说就是这间的巧克力很好喝，所以就点一杯试试看。但是因为听说就是超甜，所以就不敢点太多杯。巴黎的现在的柳橙汁都超甜，昨天我们在超市买的那个也很甜。USA girl in Neverland, wishing this was my homeland. Already got the blonde French boy wrapped around my head. I could lie in bed.
我们现在要一路散步到奥赛美术馆，一路穿过杜乐丽花园，前面的车站就是奥赛美术馆了。我们是买博物馆通行证，然后没有事先上网预约时段。就是我在上网看是说，如果你已经是预定博物馆通行证了，就可以直接从有票券的入口进来。然后携带 Museum Pass 的人就要从 C1 走进来。巴黎就是不免俗，就是博物馆跟美术馆之旅。然后这次是带爸妈来，然后所以我就有特别就精选一些可能就是在历史课本啊会很常看到的名画，就是一些必看的名画。我们现在即将走进奥赛美术馆。它是一个旧火车站改建的，本人超级壮观，超级漂亮。我自己觉得比我印象中的罗浮宫还要震惊我。在1楼的1号展厅，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大家耳熟能详的19世纪的维纳斯的诞生。来，从1楼进来的4号展厅，一进来就可以看到米勒的10岁，没想到有生之年可以进去看到米勒的10岁，这应该是只会出现在美术课本里的东西。再来一路走到尽头，这边可以直接上2楼，我就可以来看地狱之门。课本在提到但丁神曲的时候就会提到它，主要是罗丹在展示人性在欲望的痛苦的挣扎，然后这个作品也启发罗丹创作了沉思者，而沉思者就摆在地狱之门的前面。赶时间的人，我们直接上来5楼。5楼就是知名的莫内跟梵谷展区。身为莫内狂粉，我已兴奋到双手发抖。天哪！第一个必看的一定是莫内的睡莲与日本桥，这是在莫内花园里面莫内先生自己打造的点。他生平也画了非常多次捕捉不通光影的这个桥跟这个睡莲。我这趟旅程也有要去莫内花园，只有拍实体给大家看。在日本桥的作品旁边有莫内晚期比较巨幅的睡莲作品。如果你很爱莫内的莲花，推荐可以去菊园，是另外一个博物馆，有个莫内冥想室，莫内粉真的必访。同一楼不是莫内作品，但也是印象派著名作家的雷诺瓦，在课本上也很常看到的煎饼模仿的舞会，也可以来看一眼哦。再继续往前走，就会进到梵谷区。梵谷卧室这幅画我很喜欢，因为这幅画近看仿佛可以看到其他梵谷的画作，像图片中的这个椅子，仿佛看到梵谷的椅子这个作品，还有右上角的画会让我联想到同展区的梵谷自画像。在5楼的展区一上来的话，是首先会先进入到纪念品区，然后是在左手边，然后右手边的话就是大家很喜欢的热门打卡景点，就是那个时钟的景。然后它会变得很有名，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在这边取景过。2度尝试去凡尔赛宫，再次对它的交通感到痛苦。我们原本是去奥赛博物馆那一站要搭火车，结果那边竟然没有卖到凡尔赛宫的火车票，所以呢，对方的站务人员就跟我们说，我们现在就要沿着塞纳河，然后走到荣军院站，然后那一张就有办法可以买，就是通往凡尔赛宫的火车票这样。我们刚好就有机会到塞纳河的左岸游湖。好啦，就苦中作乐啊，不然都要走了，就顺便可以看看这里的湖边风景。我们一路走到亚历山大三世桥的下面有一个门，然后这边要走进去，就是 RARC 的地铁站。结果要一路绕到荣军院站的另外一个大站的门口才有办法买票。终于到了，找位置吧。准备去非常难抵达的、令人痛恨的凡尔赛宫，这辈子没有想到上次被罚款之后我就2访。来凡尔赛宫的唯一选择，麦当劳。我们的麦当劳全餐来了。上次来巴黎的麦当劳是点鸡块餐，然后我觉得它的鸡块餐很好吃，
所以如果你来巴黎的麦当劳，你可以试试看他们的鸡块餐，然后他们有超级多种不同的蘸酱，然后有一个是酸奶洋葱酱的，真的超级好吃，是台湾没有的，我觉得跟糖醋酱可以平起平坐。我爸在巴黎的麦当劳点了一个马卡龙，对，巴黎的麦当劳有马卡龙，来吃一口看。那个很好吃，京味偏的。我还好。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呢，这条路上完全树都是光秃秃的，然后周围也没有那么多车子，然后远方也没有停那么多车，有点不知道今天会排多久才进场，已经看到满满的人潮。Got this song up inside of me, in a world I don't wanna say. Just the same damn thing. What's your height, what's your age, what's the price of your way? And every year we're expected to show all the things that we were able to grow. 路易十四会用电梯，这个科技非常的发达。Quiet life of desperation, but it ain't gonna make me too much longer. Been working too hard for this shit to not pop, so we about to get it poppin' now. Quiet life of desperation, so I'ma have to live a little louder. No, I ain't gonna end up like the man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man who got it figured out. Just buy me a new condo. 镜厅之所以是一个很奢华的象征，是因为当时镜子是一个很贵的材料，但它在这个宫殿里打造了四面八方的镜子，所以就可以知道当时路易十四是多么的有钱。而且很有趣的是，就是他天花板上其实画很多幅画，其实就是他把自己觉得自己做很好的政绩都就是贴在上面这样。镜厅也是德国战败签订巨额赔款的凡尔赛条约，也是在这里签订的，可以感觉就是羞辱感非常充足。凡尔赛宫除了镜厅，必看就是这个历史课本会出现的拿破仑帮他的爱妻约瑟芬加冕的画。这个画在罗浮宫也有。这画有趣的地方在于，加冕通常是要教宗执行，但拿破仑亲自帮约瑟芬执行，有种暗示皇权凌驾于教权的意味在。我们现在要进行巴黎铁塔套餐的另外一站，有2个捷运站6号线，然后搭过去的话，可以直接在捷运上就看到巴黎铁塔。然后那个 Passy 的站下去就是全面启动的那个桥，那个地方也可以看巴黎铁塔这样。然后一路从 Passy 站走下来，就可以先看到不可能任务的车库 B&W 车库，就在右手边，然后左手边就是全面启动的桥。电影的那个警车就这样开过来，然后 Ethan 从这边开门，然后在这里遇到了远景，就是现场。然后在 BMW 车库的正对面就是全面启动 Inception 的桥，所以这边就有非常多电影的知名景点可以看。Up in the hills, smoking cigarillos, waiting on a vision of what our life would be like if we 现在要来到另一个巴黎铁塔的打卡点，然后也是在不可能任务，就是 Lark， 就邪恶的 Lark 跟美国的 CIA 情报局，然后在别人打小报告说伊森是间谍的那个场景。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这个大平台看看，然后这个我上次有来，然后我是在晚上的时候来，所以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的时候来看。我们来到一个超级红的店
然后它是一个在刚刚大平台旁边，然后我们找到有5000多个评论，然后4.4颗星的一间意大利餐厅，所以就想说刚好逛累了，然后来这边吃点东西，然后等一下的话就再前往凯旋门。其实餐厅的其他部分蛮正常的，就是光线很 OK。我们点了一个凯撒沙拉，然后它上面是有加一排炸鸡的，然后跟这里的千层面。我们点一个白酱鸡肉的披萨，然后一个 Regina， 然后它是番茄酱，然后加香菇。哦，炸鸡超好吃的。他们凯撒沙拉也很好吃，是亚洲台湾人会喜欢的味道。难怪在评论上很多人大推它的凯撒沙拉，真的很好吃。这个千层面千吃到一个不行。很好吃耶。上。听说这间的厕所很酷，一定要去看一眼，所以我现在要去上厕所。Oh my god！ 是一个外太空哎，是一个外太空。我们刚吃完晚餐，天还是亮的，因为9点半的天黑。然后我们跑来看凯旋门，哇，凯旋门！我们现在又准备要进凯旋门登顶了。觉得值得标记的是，凯旋门登顶的中间会有厕所。我们刚好在接近点灯的时间上来，然后就整个挤超多人的，大家都在等待就是点灯的这一刻。Got this song up inside of me, in a world I don't wanna say, just the same damn thing. What's your height? What's your age? What's the price of your way?